这天，赫赫有名的大侦探波洛因好友兼助理黑斯廷斯的邀请，登上了一艘游轮，准备体验一场惬意的海上旅行。无奈波洛自带命案引力场，享有人间灾星的美名，其所到之处总会有人死于非命，此次自然也不例外。由于一会儿就要死人了，咱们先赶紧来认识一下这艘游轮上除波洛和黑斯廷斯之外的其他6组游客。他们分别是中年夫妇白叔和白婶，年轻的姐妹安雅和安娜，独自旅行留着卷发的中年单身女子卷姨，一个人出行的退休老军官福将军，一对年过50的老姐妹伊丽莎白和伊丽莎青，以及姐妹俩酷爱玩洋娃娃的10岁小侄女美素。最后一组是尖酸刻薄的中年富婆谢太太及其老实巴交的秃顶丈夫谢丁。据说谢丁已是谢太太的第4任丈夫，在他之前，谢太太的前3任丈夫都在结婚1-2年内因受不了谢太太的臭脾气与其协议离婚，而谢丁和谢太太结婚已有5年，算是相当不容易。谢太太登上游轮没2天，就几乎将船上所有乘客对了个遍，充分展现了其霸道傲慢的个性。她的丈夫谢丁长期跟在她的身后，被当作仆人般呼来喝去。游轮上的其他乘客都佩服谢丁的忍耐力，也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独自旅行的单身中年女子卷姨，甚至对性格温和顺从的谢丁生出一丝好感。这天早上，卷姨还在游轮的会客舱里向福将军打听起谢丁的过往。原来卷姨此前在和谢丁闲聊时得知，谢丁以前是福将军手下的一名士兵，跟福将军一起参加过2战。卷姨很好奇，像谢丁这种略显窝囊的男人在战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福将军似乎对谢丁没什么好印象，据他回忆，谢丁入伍之前曾在一家剧院工作，具体做什么不得而知。不过在福将军看来，在剧院工作的人要么是些只会奇技淫巧的演职人员，要么是些迎来送往的马屁精。如果不是战事吃紧，作战部队是不可能看上谢丁这种没什么战斗力的废物。更让福将军不满的是，谢丁第一次上战场就因一点皮外伤被送回后方的一家医院治疗。说来也巧，这家医院是谢太太家族的产业。当时谢太太刚刚和第3任丈夫离婚，谢丁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赢得了谢太太的芳心，成为了她的第4任丈夫。后来谢太太通过人脉关系让谢丁得以提前退伍，从此以后谢丁就跟哈巴狗一样过上了吃软饭的生活。福将军在谈及此人时，言辞之中充满着鄙夷和厌恶，好几回忍不住想要吐出来。此时正在会客舱看报纸的波洛无意中听到了福将军对谢丁的吐槽，忍不住将目光从报纸上挪到了福将军身上。福将军在捕捉到波洛的眼神后，好像意识到背后攻击他人有失身份，随即尴尬地起身离开，结束了和卷姨的谈话。不料他刚走出会客舱，就在闲侧通道上撞见了谢太太。也许是想要提醒谢太太其丈夫谢丁的为人，福将军趁机邀请他单独聊几句，结果遭到了谢太太的断然拒绝。谢太太还高声宣称自己是有夫之妇，希望福将军不要骚扰自己。两人的对话全都被留在会客舱的波洛和卷姨听见。从傅太太的这2句话来看，她和福将军像是旧相识，并且福将军似是对谢太太有点暧昧的情愫。当天晚上，游轮上的所有乘客聚集在演艺厅里，欣赏老姐妹伊丽莎白和伊丽莎青的弹唱表演。两人一个弹琴一个唱歌，表演相当卖力。一曲终了，整个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多数人对姐妹俩刚才的弹唱表示赞赏，唯独谢太太将伊丽莎白和伊丽莎青的表演批得一文不值，而且大放厥词地指责其他人没有品味。贬低完表演者和观众之后，谢太太又不忘自抬身价，吹嘘起自己的品味和家境，说是自家使用的任何物品不超3年就会更换新的。说着还将眼神瞟向自己的丈夫谢丁，仿佛谢丁也只是一个使用超期的物品。在场的人听完谢太太的吹嘘，大多露出尴尬的神情，只有谢丁唾面自干，当众拍着老婆的马屁，声称自己的汽车开了已有2年，明年就打算重新买辆新车。不料他的这句话立时惹恼了妻子，谢太太随即毫不客气地对着谢丁吼道：“你什么时候有车了？那辆车是我的，家里的一切财物都是我的。”谢太太此言一出，现场的氛围变得更为尴尬。旁边的福将军见此情形，赶忙打破尴尬，邀请其他乘客一起打桥牌。没想到谢太太听到这个提议，立即主动要求加入牌局。随后福将军、谢太太以及中年夫妇白叔和白婶凑成一桌，在演艺厅里就地打起桥牌来。
由于演艺厅内只有一张桌子，年轻的姐妹安雅和安娜便将谢太太的丈夫谢丁拉到隔壁的会客舱，三人一起玩起了纸牌游戏。安雅和安娜跟卷姨一样，也对性格温顺的谢丁心存好感。除了玩牌的7个人外，其他人各自散去。波洛因没什么睡意，独自来到甲板上欣赏夜景。当晚的月色很美，波洛看得有些出神。这时，卷姨也来到了甲板上。他对谢太太刚才当众炫耀以及羞辱谢丁的事仍然耿耿于怀，忍不住向波洛吐槽起谢太太。在卷姨看来，像谢太太这种刻薄之人根本配不上谢丁这样温厚的男人。他实在想不明白，谢丁为何委曲求全，不像谢太太的前3任丈夫那样尽快向谢太太提出离婚。波洛对卷姨的看法未置可否，他只是半开玩笑地说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令人讨厌的人，都有死心塌地的爱慕者，或许这是人性中的一个不解之谜吧。波洛刚说完这句话，黑斯廷斯就走上甲板，打断了他和卷姨的闲聊。黑斯廷斯是前来提醒波洛赶紧回舱休息。波洛见天色确实不早，便和卷姨道别，跟着黑斯廷斯走向2人同住的船舱。在经过会客舱时，他们又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安雅、安娜2姐妹和谢丁正在玩的纸牌游戏。说是游戏，其实更像是纸牌魔术表演。谢丁负责表演，安雅和安娜则在旁边当观众。黑斯廷斯注意到谢丁的手法非常专业，忍不住夸赞称，以他的水平足可以登台表演。谁知谢丁听了这话，脸色顿时一沉，露出不快的神情。波洛和黑斯廷斯一问才知，谢丁曾在一家剧院当过一段时间魔术师，这份职业让他在入伍之后成了受战友们歧视的由头。大家都将谢丁的手艺视为只是供人取乐的奇技淫巧，因而谢丁觉得黑斯廷斯的夸赞听着更像是刺耳的嘲讽。说完这段隐情之后，谢丁就撇下波洛、黑斯廷斯以及安雅和安娜2姐妹，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客舱，搞得黑斯廷斯当场下不来台。安雅和安娜2姐妹更是一脸惊愕，愣在当场。2人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对谢太太逆来顺受、脾气好到近乎懦弱的谢丁，竟然也会发这么大的火。短暂的冷场之后，4人相继离开会客舱，返回各自的客舱休息。第二天清晨6点钟，游轮缓缓停靠在埃及的一处码头。船长告诉众人，游轮会在此停留1天，补给燃油和物资。次日清晨将再次起航。在此期间，乘客们可以下船自由活动，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不过船长特别提醒大家，要提防街边的小商贩。这些人为了兜售当地特产的琥珀项链，经常纠缠外来游客，有时候甚至动手对游客们拉拉扯扯。听完船长的嘱咐，乘客们开始各自安排自己的行程。上午9点钟的时候，安雅和安娜想要上岸去逛逛，可是姐妹俩又担心被小商贩纠缠，于是找到正在甲板上吹风的谢丁，邀请他陪同2人一起下船。谢丁欣然答应，但他表示需要经过妻子谢太太的同意，自己才能离开游轮。随后3人一起来到谢丁夫妇休息的客舱门前。谢太太此时正关着舱门，在里面睡觉。谢丁忘带钥匙，只好敲了敲舱门，说是有事想跟谢太太商量。客舱内旋即传出谢太太不耐烦的声音，她让谢丁有话就在门外说，自己刚躺下，懒得起身开门。谢丁只好隔着舱门小心翼翼地询问妻子，自己想陪同安雅和安娜2姐妹下船逛逛，不知可不可以。客舱内的谢太太的语气依旧带着极度的不耐烦，她让丈夫爱去哪儿去哪儿，只要现在别打扰自己休息就好。谢丁得到妻子的许可，脸上浮现出一抹苦笑，然后转身跟着安雅和安娜一起下了船。同时正准备下船上岸的波洛和黑斯廷斯刚好看到了谢丁向妻子请示的一幕。黑斯廷斯不禁感慨地摇了摇头，叹息谢丁实在是个妻管严。波洛则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过话茬。当天傍晚的6点钟左右，波洛和黑斯廷斯在当地逛了一整天后，刚回到游轮上，就见到谢丁站在自己和妻子的客舱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呼唤谢太太的名字。可是客舱内的谢太太始终没有应答。谢丁感觉不太对劲，赶忙找来游轮上的服务员，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客舱门。哪知2人刚走进客舱，就同时发出了一声尖叫。波洛和黑斯廷斯听到叫声，立即跑过来查看情况，结果看到谢太太躺在床上，胸口插着一把匕首，早就没有了气息。波洛见状，急忙让服务员去叫船长，自己则俯身简单检查了谢太太的尸体。对方是被人用匕首刺中心脏，当场丧命，凶器上应该没有留下凶手的指纹。跟在后面的黑斯廷斯还在客舱的地板上捡到了一条琥珀项链，
看上去像是本地小商贩向游客兜售的特产。与此同时，船长闻讯匆匆赶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命案，他恳请波洛能帮忙查明案件真相，暂时不要惊动当地的警方，否则这艘游轮将会被立即扣押，直到案件告破为止。波洛思虑片刻后，答应了船长的请求，并让对方找来随船的医生，仔细检查了谢太太的尸体。由于不是专业的法医，随船医生只能大致估算谢太太的死亡时间，应该在当天上午10点钟前后的2个小时以内，也就是上午8点到12点之间。黑斯廷斯听闻此言，马上将谢太太死亡时间的范围缩小到了上午9点到12点钟之间，因为他和波洛在上午9点钟准备下船时，还听到谢丁站在客舱门口和谢太太说了几句话。除了大致的案发时间和黑斯廷斯在现场找到的琥珀项链之外，波洛再没发现任何其他线索。不过谢丁随后察觉，妻子随身携带的现金以及其经常戴在头上的一件昂贵头饰全都不翼而飞，由此看来，凶手应该是抢劫杀人。再结合黑斯廷斯找到的琥珀项链，谢丁不得不怀疑，很可能是当地的某个小商贩溜进客舱行窃，被自己的妻子撞见，小商贩为求脱身，所以才不惜杀人。谢丁刚说到这里，船长就证实了他的证词。今天早晨船刚靠岸，就有好几名小商贩跑到游轮上兜售商品。波洛自然不相信是小商贩抢劫杀人，因为在看到谢太太的尸体时，波洛脑海中就即刻浮现出了一名嫌疑人，此人正是谢太太的丈夫谢丁。为了核实谢丁有无作案时间，波洛找到安雅和安娜两姐妹，询问两人谢丁在今天上午9点钟下船之后，期间有没有和他们分开过。不料两姐妹告诉波洛，下船后谢丁自始至终都和他们在一起，三人直到傍晚6点钟才一起回到游轮上。很显然，谢丁根本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在结束对安雅和安娜的问询后，波洛只得无功而返。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的黑斯廷斯独自来到游轮的露台上喝酒消遣。在此期间，他无意中注意到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离开游轮上了岸。黑斯廷斯一眼就认出对方是游轮上的一名乘务员，此人瞎了一只眼睛，特征十分明显。黑斯廷斯见其形迹可疑，便悄悄跟了上去。在尾随独眼乘务员来到一家酒吧后，黑斯廷斯看到对方正向酒吧内的客人们兜售一件发饰，这件发饰和谢丁描述的谢太太生前戴的发饰很相像，看来这名乘务员跟谢太太的死有着莫大的关系。于是黑斯廷斯直接走上前将独眼乘务员制服。由于此时天色已晚，波洛早已入睡，所以黑斯廷斯没有将独眼乘务员押上游轮，而是将他扭送进了当地警局，然后自己回到游轮休息。第二天一大早，黑斯廷斯又叫上波洛一起来到当地警局，对独眼乘务员进行了盘问。独眼乘务员承认是自己偷窃了谢太太的现金和发饰，但他矢口否认杀过人。根据他的证词，他是最近手头紧，才对衣饰华贵、出手阔绰的谢太太起了偷窃之心。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趁着乘客们大多都已上岸游玩，游轮上人员稀少的时机，独眼乘务员用备用钥匙偷偷潜入谢太太的客舱，想要偷点值钱的财物。结果发现谢太太胸口插着一把匕首，死在了自己客舱的床上。独眼乘务员立时吓得六神无主，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将此事上报船长。可是转念一想，他又担心自己的偷窃行为会因此曝光，于是匆匆翻出谢太太钱包里的现金，并顺手摘下谢太太头上的头饰，而后慌忙逃离了客舱。因为害怕偷来的头饰被人发现，自己被当成杀人凶手，他昨夜才跑去酒吧，打算尽快将头饰脱手。为了洗脱自身的嫌疑，独眼乘务员还将矛头指向了对谢太太的丈夫谢丁生出一丝好感的中年单身女子卷姨。据他交代，昨天上午8点钟左右，他曾见到卷姨从上船兜售特产的小商贩手里买了一条琥珀项链。后来他又听说谢太太的尸体被发现时，黑斯廷斯在其客舱的地板上找到了一条类似的琥珀项链。独眼乘务员据此怀疑是卷姨潜入客舱杀死了谢太太，并不小心将自己刚买的项链掉落在了现场。最近几天，卷姨和谢丁经常在一起聊得火热，游轮上的乘务人员和乘客全都看在眼里。卷姨完全有可能出于横刀夺爱，对谢太太痛下杀手。听完独眼乘务员的证词，波洛和黑斯廷斯立刻找到卷姨当面对质。卷姨承认自己买过一条琥珀项链，也承认对谢丁心存好感，不过他坚决否认是自己杀死了谢太太。波洛见卷姨面对问询时闪烁其词，
只得向他出示了黑斯廷斯在案发现场捡到的琥珀项链。卷一见到这条项链时，眼神中明显闪过一丝慌乱。他先是声称自己买下项链后就不记得随手将之放到了哪里，而后向波洛和黑斯廷斯提供了一条新线索。案发当天的一大早，卷一原本和福将军一起下了船，两人准备结伴在当地游玩一天。可是大约9点半时，福将军突感身体不适，随后就撇下卷一独自回游轮休息。等到下午5点钟，卷一回到游轮时，却见到福将军状态极好，看不出有任何身体不适的迹象。他因此怀疑福将军是故意装病，提前回到游轮。至于其目的是什么，则不得而知。结束对卷一的盘问后，波洛和黑斯廷斯又马不停蹄地找到福将军询问情况。福将军坦诚自己早就认识谢太太，并对他心生爱意，但谢太太性格高傲，始终对福将军的温柔暗示视而不见。案发当天，福将军在和卷一一同游玩时，的确是中途装病。他回游轮的目的是想趁着谢丁不在船上的时机，向谢太太表明心迹。结果在谢太太的客舱门口敲了半天的门，也没见到里面有人回应。福将军只得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客舱休息。听完福将军的辩解，波洛在脑海中重新梳理了一遍案情。他总感觉独眼乘务员、卷一和福将军都没有太强烈的杀人动机。目前来看，最有作案动机的人仍是谢太太的丈夫谢丁。在阅人无数的波洛看来，谢丁能和为人尖刻的谢太太维持5年的婚姻，要么是对这种忍气吞声的生活习以为常，要么就是心里早有结束这种生活的盘算。换句话说，谢丁或许已经下定了杀死妻子的决心。波洛的看法更倾向于后者。现在的问题是，谢丁根本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他在和安雅、安娜两姐妹下船之前，隔着舱门向谢太太请示过。谢太太当时在客舱内还不耐烦地跟丈夫说了几句话，波洛和黑斯廷斯也都看到了这一幕。而据安雅和安娜两姐妹所言，两人和谢丁上岸后，直到傍晚6点，三人才一同回到游轮上。期间，谢丁并未离开过两姐妹身边片刻。那么，如果谢丁是凶手，他是如何做到分身杀人的呢？波洛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思索着每个人的证词。猛然间，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并立刻再次找到福将军询问情况。正是福将军提供的信息，使得波洛将脑海中的所有案件碎片拼凑出了完整的真相。当天晚上，波洛找到老姐妹伊丽莎白和伊丽莎青，以及两人的小侄女美素，希望美素和她钟爱的洋娃娃能陪自己演一出戏。美素欣然答应。随后，波洛就像往常一样，将所有相关涉案人员召集到游轮的演艺厅，准备当众揭露凶手的身份。在此之前，他神秘兮兮地从一只木盒里拿出了美素提供的洋娃娃，声称这只洋娃娃亲眼目睹了谢太太的遇害过程，接下来将由这只小家伙向众人讲述案发的经过。不过洋娃娃胆子比较小，只能躲在木盒里说话。说着，波洛又将洋娃娃重新装进木盒，其他人全都被其古怪的举动搞得一头雾水。哪知下一秒，更离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演艺厅里忽然响起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声音仿佛是由藏在木盒里的洋娃娃口中发出，内容正是案发当天谢丁隔着舱门和谢太太的对话内容。其他人在听完这段声音后，全都面面相觑，只有谢丁的脸色变得煞白。他下意识地想要逃离演艺厅，结果被临时加戏的黑斯廷斯一把拦住。波洛这时也就不再卖关子，当众说出了案件的全部真相。众所周知，洋娃娃不可能说话，刚才模仿洋娃娃说话的其实是它的主人美素。波洛刚说到这里，美素就从演艺厅角落的一扇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波洛则向众人解释称，自己邀请美素演这出戏的目的，就是想以此逼迫凶手露出破绽。这个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死者谢太太的丈夫谢丁。实际上，案发当天，谢丁在隔着舱门和谢太太对话时，谢太太就已经遇害。所谓的对话，只不过是谢丁使用了腹语术，在自问自答。波洛此前已从福将军口中打听到了谢丁入伍之前工作的剧院信息，并让黑斯廷斯下船给剧院打去电话，确认谢丁当年在剧院的身份并不是魔术师，而是腹语术表演者，尤其擅长模仿他人的声音说话。案发前一天晚上，谢丁故意在安雅和安娜两姐妹面前表演纸牌魔术，又向波洛和黑斯廷斯谎称自己以前是一名魔术师，意图以此掩藏自己腹语术表演者的身份。至于黑斯廷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琥珀项链，只是谢丁从小商贩手里买来的道具，对方此举的目的是想要将谢太太的死嫁祸到小商贩头上。由此可见，
谢丁为了杀死自己的妻子并成功脱罪，可谓费尽心机。可惜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不应该在大侦探波洛身边杀人。见自己的诡计被波洛识破，谢丁只得承认了罪行。整个过程和波洛的推理别无二致。见谢丁认罪，对他怀有好感的卷姨顿时情绪失控地冲出演艺厅，一个人跑到了甲板上。其实卷姨早就隐约猜到谢丁是凶手，他之前在接受波洛盘问时，谎称自己购买的琥珀项链不知随手放到了哪里，并将杀人嫌疑引到福将军身上，是想要以此混淆视听，扰乱波洛的调查思路，帮谢丁逃过一劫。然而波洛对此早已洞若观火，他随后走出演艺厅，来到卷姨面前，想安慰她几句。谁知卷姨不知好歹，当面指责波洛用卑劣的手段诓骗谢丁认罪，实在有辱大侦探的名声。波洛听闻此言，立马没有了说话的兴致。在他看来，谢太太纵然性格糟糕，惹人厌烦，但却罪不至死。谢丁想要逃脱压抑的婚姻生活，完全可以选择离婚，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反而精心设局杀死了妻子。说到底，只是贪图谢太太的财产而已。不过波洛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是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本期的故事来自于英国推理神剧《大侦探波洛》系列中的冷门案件海上疑云，改编自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部短篇小说，可以被视作是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简化版。在田成的印象中，使用腹语术当作噱头的欧美悬疑作品远不止这一部，不知道真正的腹语术有没有这些作品中表现得如此神乎其神呢？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悬疑 movie 的老粉们应该知道，大侦探波洛系列中的案件我们已解说的七七八八，目前正在进行查漏补缺的工作，力求将这套剧中的所有案件完整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小伙伴们多多点赞鼓励，下期见。